Markdown 的有序列表 ordered list 基本格式就是数字加上一个点再加上一个空白，只要这样子开头它就能够自动形成一个列表的形式。但是在阅读的状态下呢，它会自动根据你出现的这个项目自动会重新帮你做排列。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这个第一层的列表是从1、2接着直接就跳到了13，但是我们在阅读状态下呢，它这个13呢会自动重新排列成是3，因此它会是正确的1、2、3、4、5。那现在我们有一个状况，就是我如果也希望在实际预览跟原始码编辑的状态下，也希望数字也能够自动排序的话，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来处理呢？其实这个操作的方法非常简单。那我们如果希望在编辑状态也让这个数字能够自动连续的话，只要在同一层的这个项目上面直接按一个 Tab 键。比如说假设我们现在在这个 Item 2这里我们直接按一个 Tab， 那你可以看到它会把我们目前的这个 Item 2就向下一层移动，就是做了一个内缩。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要再按一个 Shift Tab 把它移回原来的那一个第一个阶层，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本来这个13、14、15呢，它就会重新自动排列了。因此我们只要用这样子的方法，就可以很快的做好在编辑状态下面的这个数字的重新排序。这边有几个建议就是说最好是使用新版的编辑器。那也就是说我们在编辑器的设定里面有一个使用旧版编辑器这个项目不要去勾选，也就是这个使用旧版编辑器我们不需要勾选，我们就是直接使用新版的编辑器。那旧版的编辑器它在按 Tab 的时候，它的操作的模式会跟新版会不太一样。旧版的会在这个你的项目看你的游标停在哪里，它会在这个位置上面呢插入一个 Tab。那插完 Tab 以后其实这个数字它还是会重新排列，但是就这个 Tab 它会补在游标的位置这一边。那跟新版的不一样，新版的一定会自动帮你直接做向下一层的内缩了。这个 Tab 键是有效的对象是同一层的这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这个1、2、13、14、15，在这一层的话我按 Tab 再按一次 Shift Tab， 它就会重新排列好。那如果我们在第二层像这边1、2、13，当然了就是在阅读状态下面它这个一定是排列顺序会是自动会重新编好。好，那我们在这个第二层这边呢也是一样按一个 Tab 键再按一个 Shift Tab， 它就会把刚刚这个13呢也变成了自动会重新排列成是3了。因此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使用 Tab 跟 Shift Tab 这样子的方法来让编辑状态下面的这一些数字也能够重新排列。那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小技巧，介绍到这边，谢谢大家。